為什麼一個擁有至高無上的皇帝的國家，卻處處限制皇帝的權利？為什麼中國的君主世襲允許臣子當庭進諫，甚至逼迫皇帝當眾讓步？為什麼那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官，地位能遠遠凌駕於手握兵權的將軍之上？文官又是如何掌握絕對權力的？中央的六部、內閣與地方的總督、布政司之間又是如何精密地運轉的？如何確保從皇權到基層的有效治理？為什麼這個帝國幅員遼闊，軍隊強盛，卻幾乎沒有對外征服的衝動，反而把國家交到一群讀書人手中來治理？古代中國為何能維持數千年的統一與穩定？在這一章裡，作者第一次系統展開中國的政府機器，介紹了明朝建立之初，統治者洪武帝是如何巧妙地設計了國家機器，從皇權的來源與邊界，到法律如何約束君主，從六部運轉的精密結構，到監察制度如何直指皇帝本人，從地方行政的層層分權，到文官如何壓倒武官，成為帝國真正的骨架。這不是一幅專制暴政的簡單畫像，恰恰相反，它展現的是一種令歐洲人震驚甚至難以理解的政治秩序。在這一章中，我們可以了解中国的君主專制是如何在特定程度上結合了貴族政體的元素，揭示文官為何能凌駕於武官之上的內在原因。這套精密到令人驚嘆的體系，通過一套特殊的諫言制度，甚至敢於集體對抗皇帝的錯誤決策，從而確保這個龐大的帝國的高效運轉，並維持數千年穩定不衰。這是一個看似絕對服從，卻處處制衡，一個沒有民主之名，卻充滿制度理性的古老帝國。想聽更多的內容，可以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讀完這本書之後，我還會就解讀中國文化這個專題，去分享更多相關的書籍。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在個體精神層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躍遷到現代文明的狀態。讓我們開始吧。在今天的讀書分享開始之前，首先感謝 user_JINTANYU 在上一次讀書分享中的打賞。我會繼續努力，盡量把工作之外的時間都用於在這裡的更新。謝謝。第6章，中國的政府機構。我們將只就與本書敘述的目的有關範圍內觸及這個問題。要詳盡地論述這個問題，如果不是好幾本書的話，那也會需要好幾章。從遠古以來，君主政體就是中國人民所贊許的唯一政體，貴族政體、民族政體、富豪政體或任何其他的這類形式，他們甚至連名稱都沒有聽說過。在他們的古代史中，與公、侯、伯等爵位相應的稱號是很多的，並且都隸屬於一個最高無上的君主。但是這些稱號和他們所擁有的管轄權已廢止大約1800年了。在發生這一變化之前，或者是由于有這一變化，雖然從人們所知的最早的時候以來就常有內亂和戰爭，而且這個大國被分成很多附屬性的小國，就像我們聽說的日本的慣例一樣。但是一直到1206年，異族人才第一次有征服全國的記錄。那時候有一位韃靼首領，是整個民族的征服者，向整個國家進行勝利的进軍。我們有些歷史學家認為，而我也覺得有理由認為，他就是成吉思汗或他的一個繼承人。中國人叫他為成吉思汗。他們的歷史學家說，他先征服了波斯和韃靼，然後轉而征服中國。不管他可能是誰，我們將他称為韃靼人。他率領一支龐大的軍隊，沒有多久便征服了整個民族。他的後裔一直統治着這個大帝國，直到1368年。那時韃靼人政權衰落，各地區的統治者成功地擺脫了異族的枷鎖，中國人不再受野蠻的統治和外來的支配。以勇猛或詭計成功地降服了別的軍隊的英雄，是朱姓家族的一個後裔。後來中國人稱他為洪武，意即卓越的統帥，更準確的翻譯則是洪水般的武功。用爭取其他各個領袖的敵对力量的辦法，他得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用這些雜牌軍建成一支軍隊，不僅把韃靼人，而且還把已經因為韃靼人的統治而衰微的各個地方爭雄的領袖都趕了下去。
他還同樣幸運地平息了剩餘的叛亂力量，然後在中國鞏固地建立了一個大帝國，他的後裔一直統治至今，因此屬於這個王朝的徽賀稱號是大明。關於他的光榮，我們在前面已經有機會談到了。中國的皇權是父傳子或傳給其他皇室近親，和我們自己的一樣。據說古代有2-3位帝王，把主位不是傳給他們認為不易掌權的兒子，而是傳給皇親以外的繼承人。然而不止一次，人民對無能的統治者感到厭惡，剝奪了他的權利，以某一個性格堅強和有勇氣的人取而代之。從此以後，人們就把他當作他們合法的君王。我們可以讚美中國人說，通常他們寧願光榮地殉死，而不肯效忠於一個篡位的君主。事實上，他們的哲學家中流傳着這樣一個格言：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在這裡加一句，中國文化向來不講究邏輯一致性。中國人還喜歡說的一句話：良禽擇木而棲，良將擇主而從，良臣擇君而事。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你看，正說反說好像都是這麼自然。網上有人總結出中國人思想中很多的前後邏輯矛盾，這裡就不一一列出了。好，繼續回到這本書。在中國，沒有像我們的12通表法和凱撒法典那類可以永遠治理國家的古代法典。凡是成功地取得王位的人，不管他的家世如何，都按他自己的思想方法重新修订新的法律。继位的人必須執行他作為王朝的創業人所頒布的法律，這些法律不得無故加以修改。今天治理中國人的法律都不早於洪武，所有這些法律或是由他親自制定的，或是從他的前人那裡接收過來的。他的計劃明顯地是制定一部全面性的法典，是以可驚嘆地保證國家的安全，以及他和他的子孫後代綿延久遠。他們的國家版圖很大，邊界遼遠，而且他們對海外世界的全无了解卻如此徹底，以致中國人認為整個世界都包括在他們的國家之內。即使現在，他們也和遠古時代一樣，稱他們的皇帝為天子，即上天的兒子，因為他們奉天為至高無上者，所以天子和神子是一個意思。在日常談話中，人們稱他為皇上，意思是最高的統治者或君主，而其他低級的統治者則用官员這個低得多的稱號。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這位洪武皇帝，顯然不僅以他的武功，而且還以他巧妙的外交天才著稱。他用於穩定國家的許多法律和法令，就是充分的證明。我們將談到其中較重要的幾種，並在談到時注意簡明扼要。正如編年史所載，因為前朝統治者的家族和親屬，由於曠日持久的內訌，已經被剝奪了皇族的特權，又因為政府的管制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他便規定，此後皇族一律不得擔任文武官職。對於曾經幫助他從韃靼人暴政之下解放國家的那些領袖們，他就賜給他們統治一個省的世袭權。為了使小國的王室不至於感覺他們自己被排除在政務之外，而淪於徹底無權的地位，諸王的兒子都被賜以統治者的頭銜，並稱為王，給予巨額的年俸。這筆收入不是從莊園或農田取得的，而是以年薪的形式，由專職官員從國庫支取。他還規定，世人都必須尊重這些統治者，儘管他們對任何人都沒有權利。統治者們的子侄都封有尊號，這種封號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失去其重要性，這取決於他們的皇室血統的古老性。當他們到了一定的年齡，國庫就給他們一筆錢，以使他們不必工作或經營事業，就可以過舒適而體面的生活。對於皇室的婦女，也根據他們的地位和親屬關係，從而給予供應，允許他們使用動聽而恭維的頭銜。對解放國家的人和持有同情態度的領袖們，也賜給榮譽頭銜和年俸。他們被任命為軍事長官，薪俸優厚，但和別的人一樣，要受文官的管轄。在洪武皇帝賜給他的追隨者的很多豁免權中，對長子賦予了某種特權，這是我國人民沒有聽說過的。例如，
在洪武領導下，這個家族的家長在解放這個國家中立下的光輝功績被刻在像碟子一樣的鐵券上。這種鐵券可以呈交皇帝3次，請求赦免罪責，即使犯的是死罪也不例外。每次呈交皇帝時，皇帝就在上面做一個秘密的記號，向他表明鐵券已經使用過幾次了。對這種規定的唯一例外是犯叛國罪，對這種罪的處罰是立即剝奪犯人的全部權利和尊榮，並且這一判決要過渡到他所有後裔身上。這種榮譽和薪俸是賜給諸王的親屬或親屬的親屬，以及對國家對該封國有卓越貢獻的人。但隨着時間的流逝，這種榮譽和薪酬也逐漸減少。只有取得博士或碩士學位的人才能參與國家的政府工作。由於大臣們和皇帝本人的關懷，這類的候選人並不缺乏，因此被委任公職的人對於職務要靠經過考驗的知識、審慎和幹練來加以鞏固。不管他是初次任職，還是在政治生活的活動中已經很有經驗。道德生活的完美已經有洪武皇帝的法律做出規定，而且大部分都得到實現。除了由於異教徒缺乏宗教訓練，以及由於人類的弱點而易於造成違法亂紀的情況而外，所有的軍職或文職大臣都稱官府，意思是司令官或主管。雖然他們的尊稱或非官方稱呼是老爺，意思是指主人或父親。葡萄牙人稱中國官員為 Mandarin， 可能是由發送或命令而來，也就是指揮或命令。現在歐洲都知道中國官吏的這個頭銜。雖然我們已經說過，中國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從前面所敘述中應該已經明顯，而且下面還要說得更清楚，它還在一定程度上是貴族政體。雖然所有由大臣制定的法規都必須經皇帝在呈交給他的奏折上加以書面批准，但是如沒有與大臣商議，或者考慮大臣們的意見，皇帝本人對國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如果一個平民偶然有事呈奏皇帝，當然這種事很少發生，因為所謂這類文件都必須先由大臣審閱，然後才呈交皇帝。如果皇帝願意親自考慮這個請求，他就在奏折做如下批示：諸該部詳核此項請求，並呈附最好的措施。我已經做過徹底的調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況是確鑿無疑的，那就是皇帝無權封任何人的官職，或增加對任何人恩賜錢的數目，或增大其權力，除非根據某個大臣提出的要求這樣做。然而，不應該因為這一點就得出結論說，皇帝憑自己的權威就不能對他家族有關的人進行賞賜。這種情況是常常發生的。古來的習慣是可以用個人的收入來饋贈親友的，但這筆賞賜不能列為公家贈款。皇帝所做的這類贈禮也由他個人財產中拿出，而不能從公款中提取。賦稅、關稅和其他貢物，據一般說法，一年收入毫無疑問已經超過了1億5千萬。他們不歸入皇帝的私人金庫，皇帝也不能隨意處置這筆收入。作為通用貨幣的銀子被存入國庫，而由米交納的收入則被存入政府的倉庫，用以維持皇族及親屬以及宦官和皇室生活的大筆款項，則由國庫提取。維護皇座的皇家威儀和尊嚴的這筆年金為數很大，但每項開支均有法律規定和管理。民用及軍事開支，還有政府各部門的用度，也都由這一國庫提取。而國家預算之大，是遠遠超過歐洲人所能想象的。公用建築、帝王及其親屬的宮殿，以及維修城市監獄和碉堡、更新各種戰備，都必須由國庫支付。而在幅員這樣廣闊的國家，建築和維修的項目是連續不斷的。人們很難相信，有時候即使這樣龐大的收入，也是不夠應付開支的。當出現這種情況時，就增收新稅，以保持預算平衡。至於一般的大臣，則分為2個明顯的等級。第一等也是更高一級的，是在朝廷裡主管各部的大臣，他們被看作是治理整個國家的典範。
第二等包括各省的全部大臣或省长，他們治理一個省份或一個城市，有5或6大本全國政府官員的花名冊，刊載有這2等中的每一个大臣的名字。這種花名冊在全國都出售，他們不斷在修訂，在皇都北京每月訂正2次。由於印刷是用特制的活版，修訂並不困難。全書內容還包括整個政府各部官員的姓名、地址和品級。如果要使花名冊保持及時更新，就必須經常修訂。在這樣一本長得無法置信的名單裡，除了因為死亡、降職和免職而使得每日都有新的變化以外，還有些人常常要隔一段時間離職返家一趟。在後面我們將更詳細地談到這一情況。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習慣要求每個大臣在父母死亡時必須離職返鄉整整3年。無數這類變化的結果之一，就是在北京城裡，總有很多人等待交上好運，能被委派填補這樣所形成的空缺。在數不清的各種政府機構之中，我們將之設計我們認為有必要的那些部門。這些部門對正確了解下面要談到的問題是必須的。任何想描述軍事機構的努力，都會超出我們力求簡潔的計劃。我們先談談中央政府的內閣，然後再討論各省的機構。內閣分6部，第一個叫做吏部，部的意思是衙門。吏部就是主管官員或官吏的部門，它以最高的機構而知名，因為它被賦予委派所有屬於被稱為哲學家等級的最有權勢的大臣之權。委派的根據主要是候選人所寫文章的好壞，這完全而且最後是由這個最高部門來評定的。所有的官吏都是從最低的職位開始他們的事業，然後按照才能和品行的等第，依法按榮譽體制而遷升。未能達到某一項標準等第，就意味着或是撤職，或是降職。擁有學術榮譽，就可以確保連續任職，並有權按才能升到最高的官職。而且這就意味着，除非證明有行為不端之罪，否則擁有這種榮譽的人是不會被撤職的。但是一旦被撤職，他就無望再進入大臣的行列或官復原職了。第二個部門按照順序叫做戶部，相當於我們的財政部。這一部門主管收稅、支付公債、談判貸款和其他金融財務。第3個部門叫做禮部，我們將稱之為典禮部，它主管宗教事宜，管理寺廟、聖地以及其中所行的活動。它還監督僧侶辦理皇室大婚，以及監督學院和考試的正當活動。它可以向皇帝建議在哪些天為特殊事件舉行慶祝典禮。它對應頭銜的人授予頭銜，並管轄醫生和學校，接待和派遣官方使節，以及規定他們的禮儀、談判和聯絡。由君主直接給任何人寫信，不論其地位如何，在國內或國外，都被認為是不符合帝王尊嚴的。第4個部門叫做兵部或武裝部，它管轄所有的國防部門。它有權根據犯罪或立功的大小來懲辦罪犯和獎勵功績。這個部門也主持升遷並監督武科考試，也就是常說的武狀元考試。第5個部門叫做工部，相當於我們的公共工程建築部，負責計劃和建造公共設施和建築，例如皇帝及其親屬的宮殿，還有大臣的府邸。水上的建造包括橋梁、修築城牆以及維修公共建築等等事項，也都屬於這個部門的職責。第6個部門是司法部，叫做刑部，主管偵查和承辦刑事案件，全國的警察都在他的管轄之下。這6個部管理着整個帝國的生活，在每個省份和城市都駐有一位特派的大臣和若干書記，他們的職責就是使上級部門了解下級部門的活動。這種體制使得上級部門所處理的大量事務可以分散和減少，同時井井有條的安排和大量的助手也有助於減輕大臣的公務負擔。中央各部都由一位稱為尚書的主管官員來主持，他有2位副職，頭銜是侍郎，也就是左右助手。在京城和全國，這3位都列身於職位最高的貴人之中，他們負責組織和監督所有的下級部門。每個下級部門
都由其副主管官員、書記、秘書、助理、管事人和很多別的助手。除了這幾個正規部外，還有另一種參議機構，由3-4個成員組成，有時6人，他們叫做閣老。他們的具體職責是國家的普遍安全，這是皇上的秘密機構。現在皇上不像以前的習慣那樣公開和閣老一起參與討論國家大事了，所以閣老們整天待在宮裡，批復呈給皇帝的無數奏折，他們所做的批復要呈給皇上本人，由皇帝按自己的看法加以批准或駁回或修改，他的最後決定就寫成書面，作為他的直接命令去實行。除了前面說到的大臣等级以及其他許多與我們自己的相差不多而可以忽略不數的以外，還有2個與我們的人民所從未聽說過的等級，他們是科里和道里，各有60位以上經過挑選的哲學家，都是謹慎可靠的人，而且已經顯示不平凡的證明是忠於皇上和國家的。這2種官员是皇帝專門為處理朝廷及各省的重大事項而設立的，皇帝委以他們重大的責任，他們因此受到尊敬，並且他們有很大的權威。他們在某些方面相當於我們稱之為公众良心保衛者的人，因為他們在認為有需要時，經常向皇上報告全國各地的違法事件。沒有人逃得過他們的監視，即使是最高的官員，因為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們也直言无忌。如果他們有權不只是口頭說說或者筆下寫寫，而是採取行動，如果他們不是完全依靠他們所覲見的皇帝，他們的特殊職務就會相當於古斯巴達的監察官了。但是他们如此之恪盡職守，真使外國人驚奇，並且是模仿的好榜樣。無論皇上還是大臣，都逃不過他們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時他們觸弄皇上，到了使皇上对他們震怒的地步，他們也不停止覲見和批評，直到對他們所猛烈抨擊的惡行採取某種補救的措施為止。事實上，當冤情特別嚴重時，他們就控訴的一定很尖銳刺骨，即使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剛直不阿。根據法律，這種書面提出批評的特權也同樣給予所有大臣，甚至還給予公民個人，但大多數場合還是由負有這種特殊職責的人來行使。所有這些呈送皇帝的書面文件和對他們的答覆都要複製很多份，這樣在朝廷所發生的事情就迅速傳到全國每個角落。這種文件也編輯成書，如果其內容被認為值得流傳給後代，就載入本朝的編年史。幾年前，當今皇上想冊立他的次子為儲君，而不是冊立長子，因為這個幼子特別受到他和皇後的寵愛，這一更易違反了國法。皇上收到了那麼大量指責他這個行動的陳情書，使他勃然大怒，竟然罷免了100多名官員。沒有人被嚇倒，覲見的人不肯緩和他們的態度，相反，仍舊保留着官職的大臣們商定在某一天進宮，脫掉他們全部的官職衣袍，派了一個人去通知皇上，如果他堅持這樣破壞法律，他們就要卸職回鄉為民，隨便他自由地把國家的重任委託給他喜愛的任何人。皇上聽到這一非常舉動之後，就表示在立儲這件事上已經改變了主意。最近，當大閣老有堵職守時，皇上在2個月內收到近100份譴責這位大臣的進諫書。雖然人們知道他是皇上的寵臣，不久，這位閣老就不見了。據謠傳，他是受了刑並被清除了。除了規定的大臣以外，朝廷裡還有為特殊目的而設立的其他機構，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人們所知道的翰林院，由經過考試選拔的哲學博士組成。這個部門的成員並不參與朝政，但職位比別的官員更為尊嚴。想在這個精選的團體裡謀得一個席位，就意味着無止境的苦功和犧牲。這些人都是皇上的秘書，替他撰文和書寫，他們編輯皇家的編年史，還有發布國家的法律和法令。皇帝和皇子的教師也從他們當中選拔，他們完全獻身於學習。翰林院內部根據個人著述來分等級，因此他們在朝廷內而不是在朝廷外享有最高的尊榮。閣老、
必須由翰林院成員中任命。他們為朋友撰寫碑文、墓誌銘之類而得到的收入是非常可觀的。這種題傳是不斷有人請求的，如果是由皇家秘書寫成，或者帶有他們的一個名銜，就被認為是最精選的。這些尊貴的人還擔任碩士和博士學位考試的主考或監考人，考取的人常常請他們做指導人，並給他們一筆酬金。在北京，所有的部門及其主管大臣，除了閣老外，在南京都重複有同樣一套的設置，但因為皇上不在南京，他們也就不那麼重要。朝廷由舊都南京遷到新都北京的經过如下：洪武帝建都南京，他死後，他的一個稱作永樂的兒子正率兵防衛北部邊陲，以免剛被趕跑的韃靼人來入犯。永樂發覺洪武的繼承人很軟弱，缺乏雄心，就決定剝奪他的皇位，由自己接過來。北部各省唾手可得，於是他就向南京進軍，用武力、欺騙和收買的辦法，終於奪得了其他各省，把政權趕出南京。他沒有遭受到進一步的反抗，就取得了全國。出於他在北方各省有更多的力量和信心，也因為韃靼人有可能造反和重建他們的政权，所以他決定繼續留在這附近，即留在韃靼皇帝被中國人推翻時，韃靼皇帝所居住的這個城市。他把這個城市命名為北京，即北方的京城，正如南方的朝廷被稱為南京。為了安撫舊都的居民，在改都時，他允許他們還保持他們原來享有的朝廷和有關的特權。現在我們就來講各省的行政機構。屬於北京和南京立法機構的特殊城市，也像這些省份的其他城市一樣，是以同樣方式進行治理的，但他們的訴訟要向管轄他們的那個特定立法機構提出。其他13省的司法權屬於各省的2個部門，一個叫布政司，一個叫按察司。前者是一般法庭，後者是刑事法庭。這2個法庭都設在各省省會，程序都有點複雜。各庭都有稱作道理的主審官，以及若干助理審判官。有時道理可以不在省會，因為他還必須到好幾個城市去主持審訊。但是大家明白，他絕不能遠離他的轄區。我們曾經說過，各省分為不同的地區，稱作府。每個地區都有他的主管官員，又稱作知府。各府又分為州和縣，可以叫做城鎮，相當於我們中等城鎮的大小。這類城鎮的長官相應地被稱為知州和知縣。知在中文的意思裡是治理，一個地區或城市的長官都有他的助理，例如有4位助理，幫助他作為法官或顧問，來審理有關本轄區的案件。在這裡，似乎應該適時說明和糾正一下某些文章中在這個問題所出現的一個錯誤，那就是因為地方長官和他的官府採用了他們所在地的那個城市的名稱，例如說在南昌城，整個地區和地方官和他的官府就叫做南昌府，所以有些作者就得出結論說，這個名稱就只限於這幾個與府相關的城市，其他城市則叫做州或縣，即鎮或鄉。這是一個十分錯誤的觀念，因為府這個詞尾不是由城市大小或人口多少決定的，而是取決於行政的方法。事實上，全地區長官所住的那個城市本身仍然被稱為縣，它可以有自己的主管官員，叫做知縣。知縣也像在別的城市一樣，有他的幾名助理。這個地方官在這個特定城裡的權力並不比他在他那個地區的其他地方來得更大，但是法律允許由知州或知縣審理的案件，向上级上訴時，第一次就上訴到他這裡；較嚴重的案件允許第2次上訴，那就要上訴到省城的更高級的官吏，即布政司和按察司或他們的助理那裡。這取決於案件的嚴重性。省城和較小的或低一等的城市一樣，也有其知府和知縣。政府部門的管轄權以及官員的權利都規定得很好，整個體系都條理井然。因為國家行政依靠都城，除正規的地方官員外，還有2種由北京派到各省，相當於地方官的官员，
一種叫督堂，常駐各省；另一種叫察院，每年由首都向各省派过去一次去视察。前者有權管辖所有其他官员和公民，他是統帥軍政的全權大臣，類似於總督。察院的職務相當於高級專員或欽差，他代表皇上，負責處置全省的事務。他視察所有城市和軍事中心，檢閱所有官員的公務，有權處罰或降低低級官員。他直接向皇上報告，可以決定極刑，因此大家自然对他是又敬又畏。除了講到的以外，還有很多別的官員在城鎮鄉村執行各種職務。全國各地也有很多軍事官員，尤其是在沿海和邊疆城市，他們掌管港口、城垣、橋梁和要塞。這些官員還負責徵兵和軍事操練，幾乎各地每天都在舉行操練，令人印象是這個國家真正在打仗。儘管全國都在深享太平，文武兩種官員都各分為9等，所有官员的薪金都由政府按月以錢或米付给。這些俸金，無論錢米，與官職的顯貴相比，都是較少的，一年不超過100個金鐙。文武官員相同的品級，所得俸金相同，最高的武官與最高的文官收入相同。以上所說，必須理解為無論對文武官員，都僅限於他們正式的俸金，因為他們除由政府付給的俸金外，從其他來源的收入更多。我們這裡不談他們由業務工作幹練的超額收入，或接受遺產，以及由他們的特殊地位所得的饋贈，這些加在一起，有時是一筆相當可觀的財富。所有的官員，無論文武高低，都戴同樣的黑色帽子，帽子上有2個橢圓形的翅，剛好在耳朵上面，輕輕插在帽子上，很容易上下擺動。據說這種特別裝束的原因，是為了保證戴帽子的人走起路來端正莊重，不能稍微低頭，那樣將會有失做官的尊嚴。他們也穿同樣的衣服，還有用黑色光滑的皮子特制的鏡甲或護腿。他們的腰帶大約4英寸寬，兩邊出頭下垂，形制也很特殊，綴有方形和圓形的圖案。他們的披風或長袍是由前後2塊長方形的精緻料子做成，繡上佛利基亞式華麗的金色鑲邊。這些腰帶和長袍種類繁多，表示不同的地位。會分辨這些的人，可以根據衣服上所繡的鳥獸和花形，馬上指出這位官員是文職還是武職，是什麼地位。文武官員的等級都是用腰帶上的裝飾品來標誌的，諸如邊穗或獸角，也許是麒麟角，或者是用芳香木或金銀制成的圖案。最高的官阶是用一種類似碧玉的半透明寶石來表示，虽然它並不是碧玉，而更像藍寶石，他們稱之為玉石。這種石頭是商人與西方的穆斯林人做生意時，從喀什噶爾的王國帶來的。中國人把它當作很貴重的寶石。關於這些，以後我們還有機會再說。中國人還可以根據官員們公開出面時用以折陽的傘來分別他們的官階，有的傘是藍色的，也有黃色的。有時為了排場，他們要用2、3把這類的傘，但是如果職位低而不許用這麼多，就只好用1把了。還可以根據他們的交通工具的樣式來區別他們。低級官員騎馬，高級的則乘轎，由僕人抬在肩上。轎夫的多少也表明等級，有的只許用4台，有的則乘8台大轎。在這裡加一句，讀到這裡，我想起了上一本書《槍炮、病菌與鋼鐵》，裡面描寫印第安人也是乘坐轎子。具體情況在前面的讀書節目中有詳細的描述。好，繼續回到這本書。另外還有其他辦法可以區分官職和品級的尊貴，例如根據旗幟、三角旗和香爐，或根據高官出巡時呵斥開路的護衛人數。護衛人員本身也很受人尊敬，沒有人會去懷疑他們的命令。即使在很擁擠的城市裡，人們一聽到他們的聲音就會讓路，其迅速程度與來臨官員的顯貴級別相稱。在即將結束關於中國政府機構的這一章的時候，
把他們與歐洲人不同的一些別的事物也記錄下來，似乎是十分值得的。首先，如果我們停下來想一想，就會覺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樣一個幾乎具有無數人口和無限幅員的國家，而各種物產又極為豐富，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帝和人民卻從未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在這方面，他們和歐洲人很不相同。歐洲人常常不滿意自己的政府，並貪求別人所享有的東西。西方國家似乎被最高統治權的念頭消耗得精疲力盡，但他們連老祖宗傳給他們的東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國人卻保持了達數千年之久。這一論斷似乎與我們的一些作者就這個帝國的最初創立所做的論斷有些關係。他們斷言，中國人不僅征服了鄰國，而且把勢力擴張到遠及印度。我仔細研究了中國長達4000多年的歷史，我不得不承認，我從未見到有這類征服的記錄，也沒聽說過他們擴張國界。正相反，我常常就這一論斷詢問中國博學的歷史學家們，他們的答覆始終如一，即情形不是這樣的，而且也不可能是這樣的。姑且不論做出這種錯誤記載的作者聲譽如何，錯誤之所以出現，很可能是因為曾發現有中國人到過中國國境以外的證明。例如，人們可以引證菲律賓群島，中國人曾打入那裡的私人企業，但不是官方正式委派的。標誌着與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個國家的責任，完全交付給他們來掌握。軍隊的官兵都對他們十分尊敬，並極為恭順和服從。他們常常對軍隊進行約束，就像老師懲罰小學生那樣。戰爭政策由哲學家規劃，軍事問題僅僅由哲學家決定。他們的建議和意見比軍事領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視。事實上，這類意見很少，並只有在罕見的情況下是交給作戰會議討論的。因此，結果是凡希望成為有教養的人都不贊成戰爭。他們寧願做最低等的哲學家，也不願做最高的武官。他們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感和尊敬，以及在發財致富方面，文官要遠遠優於武官。更加令外國人驚異的是，在事關對皇上和國家的忠誠時，這些哲學家一聽到召喚，其品格崇高與不顧危險和視死如歸，甚至要超過那些負有保衛祖國專職的人。也許這種情操來自於人們有了學問，心靈也就高尚了。也許還出於這一事實，從帝國建立開始以來，人們就更願意學習文科，而不願從事武職。這對一個很少或沒有興趣擴張版圖的民族是更合適的。在各省和朝廷裡，官員間上下有序，融洽無間，也很值得驚羨。他們對皇上的態度是絕對服從而又禮貌周全，使外國人感到驚奇。士大夫之間從不會忘記相互進行習慣性的禮節拜訪，或者經常饋贈禮品。在公私場合，下級對上級的談話時，總是屈膝下跪，而且用十分尊重的語氣稱呼他。老百姓對地方官和對市長也是如此，即使這些官員在取得學位和做官之前，出身極為低微。所有我們所談的高官，任職都是3年，除非皇上命令他繼續任職或升遷。通常他們升遷後就不在原地任職，免得他們人地熟悉之後而判案過於寬大，或者他們在這個省份影響過大，部下過多，過去多少世代的經驗使他們知道，如果對官員過於寵信，他們就容易偏離嚴格的法律，而弄出新的花樣來。所有省份地區和城市的高級官員，即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知州和知縣等等，每3年都必須到北京聚會，以表明效忠皇上。這時候要對全國各省的官員，
包括前來和沒有被召的，進行一次嚴格的審查。這一檢查的目的是決定哪些應留任公職，有多少人應該調離，以及升降和懲罰的人數。如果有必要的話，在這次的調查審問中，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我自己親眼看到，即使皇帝也不敢更改這次公開調查的考察官們所做的決定。受到懲罰的人絕不是少數或低級官員。在1607年舉行的那次普查之後，我們看到對4000名官員做出了判決。我說看到，是因為所涉及的人的名單堪為單行本發行全國。被判處的人分為5類。第一類是在任職期間貪污受賄而受懲罰的人，他們從私人財產或公款中貪污自肥，這種人被剝奪一切的標誌和豁免權，並且永遠不得再任公職。第二類是對罪犯用刑過於苛刻的人，他們也被削去一切標誌和官方特權，回鄉為民。第三類包括年老生病的，以及用刑或供職玩忽的人，他們恢復平民生活，但可以穿官服，並終其餘生可以享受所任官職的豁免權。第四類包括定案時過於草率、考慮不周的人，以及奉公施政有欠理智和審慎的人。犯有這類過失的人，要被降到低級職務，或調到公務不那麼困難的地區。第五類則是在規範個人生活或家務上行為不檢的人，以及一般說來所過的生活與他們職位的尊嚴不相稱的人。對他們的處罰也是剝奪職務以及與之相隨的特權。朝廷中的官員也受同樣的審查，也可能受到類似的判處，但对他們的審查只是每5年一次。在中央官员5年1度的考察中，也按同樣的程序進行，而且也同樣嚴肅認真。通常的規矩是，法官不得在他所出生的省份裡主持法庭，除非他是武官，這是為了防止偏袒親友而採取的預防措施。至於武官的情形，則是為了培養他更深厚的愛國心。當法官主持法庭時，他的子女和家屬都不得離家，免得法官通過他們受賄。但是在公众场合，僕人通常對官員所表示的遵从總是得到遵守的。法官本人離家出庭時，他家的公司出口都要蓋印加封，破封者將受懲罰。這是為了防止他的僕人未經他的允許私自出門。中國人不允許外國人在他們國境內自由久居，如果他還打算離開或者與外部世界有聯繫的話，不管任何情況，他們都不允許外國人深入到這個國家的腹地。我從來沒聽說過有這樣的法律，但是似乎十分明顯，這種習慣是許多世代以來對外國根深蒂固的恐懼和不信任所形成的。他們不僅對住在海外或者距離遙遠的人，以及事實上他們並不了解的人都懷有猜疑，而且也猜疑友好的和敌意的異國人，甚至與他們有貿易關係的人，例如沿用中國法律的鄰邦朝鮮人。我們在這裡居留的整個期間，從未在中國看到過一個朝鮮人，除了有一個婦女，她是一個解放了的奴隸，是一位中國將領在朝鮮居住多年後帶回來的。如果一個外國人秘密進入中國，他不會被處死或被逼做奴隸，但他將不准離開中國，免得他到外面煽動起損害中國政府的騷動。因此，對於沒有得到皇上親自批准而與外國人打交道的人，將嚴加懲處。當有必要派人出國時，即使給予適當的證書和委任狀，也很難找到願意接受這項任務的人。當這位使節出發時，他全家都痛哭惜別，就好像他無疑是去送死一樣。然而，他回來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為他一般都要受獎，被委以法官之類的官職。在城区內的任何人，甚至是士兵或軍官、文武大臣，都不得攜帶武器，除非是出發打仗，或者是去訓練，或去軍事學校。然而，某些高級官員可以隨帶武裝警衛，他們極不喜歡武器，很少人家中存放武器，除了可能有一把金屬的短劍，那是旅途中或許需要作為防盜之用的。
人民間的鬥毆也從未聽說過，除了是以揪揪頭髮或抓傷而收場，也沒有人會因為受傷便打傷人或打死人來報復的。正相反，一個人不打架並克制自己不還手的，將受到讚揚，說他謹慎和勇敢。當皇上逝世時，為了防止出現內訌和篡奪合法的繼承，除了法定的皇位繼承人以外，其他皇子或皇上的男性親屬都不得在京城內停留。此外，還以死刑嚴禁上述親屬分頭到各城去遊蕩。如果他們之間發生爭執，就由管理他們的一位地位最高的人來解決。如果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和不是皇上親屬的另一個人之間出現了問題，他們就和普通公民一樣受到審訊和判決。好，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第6章中國的政府機構，期待在下一次的讀書分享中與你再相逢。